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为了给久别重逢的白月光买房，丈夫竟然断了儿子的所有医疗费用。我抱着已经癌症晚期的儿子，在医院着急地拨打着所有亲戚朋友的电话。白月光开开心心入住他的新房，我的孩子却因为熬不住病魔，惨死在医院。事发之后，白月光怀了丈夫孩子，在媒体面前大肆宣扬儿子病危。丈夫和白月光在酒店门口被堵时，只是毫不在意地说：“都癌症晚期了，没必要医了，浪费医疗资源。”没过多久，平时金贵优雅的大总裁在大婚当天疯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和丈夫感情破裂的第1年，孩子确诊癌症晚期，我放下脸面，每个月到公司楼下请求他出钱给孩子医治。我不希望我们爱情最后的念想消亡，也许被我缠得烦了，他终于同意了我的哀求。夏婷，你能不能有一点骨气？这么大一个人了，为了钱在公司门口出尽洋相，我像是一个脏东西一样被他推开。林松，范范是你的儿子，我是让你出钱给儿子医病，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我难以接受这样的丈夫。结婚多年，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差，连带着儿子也被他讨厌起来。他是我的儿子。夏婷，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自己清楚，别他妈给我装纯。林松说完之后，在保镖的掩护下，大步流星地离开公司，坐上豪车。我只听见他说：“去维多利酒店。”我心下一凉。林松，我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你是什么？我浑浑噩噩地来到医院，卡里已经收到了林松的打款。我将目前的医药费交齐，准备去病房看望范范。医生拉住了我：“范范妈，我想要和你说一下范范的情况。”我坐在办公室，听着医生详细地给我介绍孩子的情况，眉头越来越紧皱。什么？你是说范范没有治好的方法了吗？我站起来，紧紧拉住医生的袖子，眼泪夺眶而出。医生摇摇头，安慰地拍了拍我的后背，转身离开。我已然六神无主，摇摇晃晃地扶着墙回到病房。范范正躺在病床上复习着功课，他一向乖巧，可是不管他再乖巧，他爸爸依然不会对他心生怜悯。范范住院这么久，林松没有来过一次医院。妈妈，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了？范范眨着大大眼睛，单纯的脸上透露着一股股浓浓的忧伤。我如鲠在喉，沉默着想要躲避他的问题。爸爸只是太忙了，等他有空了就来看范范。身后男人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韩叔叔。”韩启拎着一篮子水果站在门口，朝着我和范范微微一笑：“韩启哥，你怎么来了？”我连忙起身迎接他。我很感谢他的解围。听苏苏说你最近没有找他看病。我愣住，最近太忙了，没时间去苏医生那里，顾不上看病了。他看着我，眼中的情绪让我琢磨不透。我怕尴尬，拿出手机打开微博，却看见高雪高调回国回归娱乐圈的消息稳居热搜第1。我瞳孔一震，嘴唇控制不住的颤抖。他回来了。高雪是我丈夫白月光。当初林松和高雪分手之后，我狂追林松，一直没有结果，他看都不看我一眼。直到那天，我拿着早餐向林松跑去时，正好撞见他和高雪吵架，吵到2个人差点打起来。高雪甩了他一巴掌之后转身离开。我心疼林松，站在他身后将他抱住。林松被我感动，就这样我们2个在一起了。第2天，林松就来到我家，和我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闺蜜说我恋爱脑，可是我当时一门心思全部在林松身上，只觉得这是上天在照应我。我们的婚姻没有持续很久，现在高雪回国了，婚姻也该结束了。当林松向我提出离婚的要求时，我都没有太大的反应，只要求他能够按时支付孩子的医疗费用，并且不允许高雪见范范。他很爽快地同意了。夏婷，我的钱名义上是打给那个小孩的，如果你想用，直接用，没必要找这么多借口。我气笑了，我觉得他在侮辱我。林松，我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两个一样自私自利，只会猜测妒忌其他人。林松似乎被我说到痛点，面色不愉，整个人阴沉沉的。办手续的过程中，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本来不是办离婚证的时候，却因为他的着急，走了绿色通道，急速离婚。林松，你就这么迫切想要和我离婚吗？我还是忍不住和他说话。我喜欢的一直都不是你，夏婷，我们好聚好散，我也不为难你。呵，我这几年的婚姻，还有我的青春，全部在此刻消亡。林松，你来医院看看你的儿子吧，他已经命不久矣了，癌症晚期，快要没了。我以为他会表现出来一点点焦虑伤心，可是他平静的表情让我感到害怕。我以为他不会说话了，可是他下一句话却让我恶心。癌症晚期治什么？早点死了算了，浪费钱，钱我照样打给你，你自己花吧。不过你身边男的那么多，不至于没钱花。林松，结婚这几年，他屡次语言攻击我都不在意，只觉得他只是对我不了解，天天黏着他，想让他消除对我的误会，爱上我。可是这一次我真的很生气，你可以说我，不能说我们的儿子。我的情绪开始不受控制，冲着他大声吼叫。林松皱眉，向保镖示意后，我被保镖面无表情地抬走。我看见离我800米远的男人，心终于有了知觉。疼吗？我摇摇头，任由韩启脱下我的外套。胳膊被林松的保镖磨得脱了皮，白净的手臂上一道青色异常明显。韩启将药敷在我的胳膊上，正对着我坐好。他又这样，韩启哥，我心好痛。我摸着我的心口，痛苦地流下了眼泪，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向嘴角，咸咸的，像我的心一样。韩启叹了口气，将手中的外套递给我，穿上吧，天气凉，别感冒了。离婚了就好好生活，你不要因为一个男人如此虐待自己。当年你可是人人追捧的笑话，你很好。韩启一直在劝我，我知道他对我很好，他说的都对，可是我还是会难过，想起那些追着林松跑的日子，为自己的卑微难过。当年和他在一起后，高雪带着小跟班来厕所堵我，要不是闺蜜上完厕所来找我，我可能会被打得很惨。可是林松知道后并没有对我说任何让我感动的话，他只是责怪我为什么要和高雪起冲突，让高雪生气。直到最后看见高雪踢在我身上的脚印，他都没有说任何怜悯我的话。我只记得当初林松转身当着我的面拥抱了高雪，那个时候高雪已经要跟金主男朋友出国了。真贱啊，韩启哥，你说美好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看了看自己布满淤青的胳膊，轻声说，我眼里爱情只有一地鸡毛。我擦擦眼泪，笑着圆回自己刚刚的话，也许我错了吧，我不配拥有爱情，从头到尾我只是林松的一个舔狗。如今我只求范范好好的，多活一天是一天。婷婷，你的眼里没有光了。韩启叹口气，将手挡住我的眼睛，睡一觉吧，睡一觉也许会好的。我慢慢闭上眼睛，泪水打湿了他的手掌心。
我以为生活会这样浑浑噩噩就过去了，可是林松的一个电话却喊醒了我，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高婷，我不会再给你打钱了。我一惊，瞬间握紧了手中的电话。林松，你当初答应我说要给范范生活费，你出尔反尔。林松言语不耐烦。高雪想要一套市区的别墅，在市中心，我需要资金周转，现在拿不出来钱来给你。你为了讨好他，放弃自己儿子的医药费。林松，你就是一个畜生！我不敢相信这句话是从林松口中说出来的。虎毒不食子啊，林松！林松冷笑，他是不是我的儿子还说不准呢。你少给我扣帽子，我帮别的男人养了这么多年，孩子已经够仁慈了。夏婷，你别心太厚。林松真的断了范范的医药钱，我无法反抗，只能到处借钱。身边的亲戚避我如蛇蝎，一开始还和我编造各种难处，后来直接挂我电话。我走投无路，只能找到韩启。韩启这些年帮助我很多，我真的不希望麻烦他，可是孩子的命是最重要的。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矫情。他很大方地将钱借给了我，并且让我不急着偿还。范范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我整天陪在他身边，孩子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每次医生查房，我都会在医生的眼神里面看见一丝丝怜悯和无奈。我知道他的生命快要到头了。范范很听话，尽管他因为化疗掉光了头发，也没有大声哭出来，他只会自己在夜晚默默地擦着眼泪，怕我看见。可是我并没有睡着，我沉默地装睡。我害怕他知道我没有睡觉，在孩子面前露出我的无措和痛苦。3个月过去，林松结婚的消息终于传到了我的身边。我看见手机里的结婚请柬，沉默地将电话号码拉黑。可是他们并不想让我好过。我拿着水壶准备去病房时，看见高雪坐在范范身边，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笑。我心底一阵担心。高小姐，有什么事情吗？我们出去说。我将水壶放在床头柜，向他比了一个请走的手势。可是他并不理会我，慢条斯理地从自己的 LV 包包中拿出一个烫金请柬。我和林松要结婚了，夏小姐，我和松哥希望你能来，毕竟你见证了我们恋爱的全部过程，你最知道他爱我的。至于这个孩子，就不要来了吧，毕竟你懂的，不太吉利。高雪向我走近，身边的香水味浓的，我想要即刻推开他。我转头看向范范，范范眼泪充斥在眼眶，双拳紧握，将头捂在被子里面，一声不吭。高小姐，请柬我收下了，至于我来不来，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了，慢走不送。高雪幸灾乐祸地看了我一眼，又嫌弃地拍了拍自己的衣服，傲慢地离开病房。范范，我想要掀开他的被子，可是范范却紧紧地拽着被子，不愿意露出自己的脸。我看见不断抖动的被子，叹了口气，摸摸他的头，努力安慰，平复他的情绪。半个小时后，范范，被子太闷了，别这样，妈妈心疼。范范听话地将被子掀开，小脸哭得通红，红肿的眼睛上还挂着泪珠。妈妈，那个女人为什么要和爸爸结婚？爸爸不是和你结婚吗？为什么那个阿姨说让你去参加爸爸和他的婚礼？我沉默，不知道该怎么和孩子说这个事情。范范，爸爸妈妈离婚了。我本来想要瞒着孩子，可是没有想到高雪竟然直接找到了病房。我走出病房，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拨通。喂，林松，我恨你。林松似乎在开车，外面声音很嘈杂，他的语气非常暴躁。有毛病啊，夏婷，我们已经离婚了，我都快结婚了，
你对我发什么癫？我冷哼一声，将刚刚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林松，你们还是人吗？孩子都快没多少时日了，你们还这样刺激他？我是和你离婚了，可是他高雪就是小三。林松在那头骂了句脏话，这个小野种，我说过很多次了，他是你的亲生儿子，他不是野种，不信你自己去查。你就是不愿意相信我，但凡你去查，不至于现在还不知道。夏婷，我立刻挂断电话，我觉得自己的肺快要炸掉了。刚刚挂完电话，一个陌生的微信号加了我，我同意，想看看高雪到底要搞什么事情。陌生微信号将一个微博链接甩给我，我点进去，是林松的采访。林先生，请问您和您前妻的儿子病重，你要为他做些什么吗？林松搂着身边的高雪，面色不愉，看了一眼记者，眼神带刺。都癌症晚期了，没必要医了，浪费医疗资源。旁边的高雪拿到话筒，替林松回答：孩子生理上会很痛苦，我们也是为了孩子好，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看着林松毫无波澜的眼睛，心彻底死了。我们在这里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我们准备结婚了，并且我们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最近在筹备婚礼中，希望大家不要关注那些晦气的事情。高雪笑得温柔，谁能想到他是一个校园霸凌的小混混呢？孩子，他们有孩子了。我点出视频，将手机熄屏，进入房间继续哄范范。范范面色苍白，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我心头一紧，连忙去扶他。妈妈，我难受。我慌慌张张地喊了医生。医生给孩子进行检查，无奈地摇摇头，看向我的眼神充满怜悯与安慰。我跟着医生来到办公室，他告诉我可以给孩子准备后事了。此刻的我仿佛天塌下来一样，无力地坐在医院的座椅上，崩溃得不知所措。就这样，我在椅子上不知道坐了多久，一件外套披在我的背上。我抬头看见韩启站在我身边，医院昏暗的灯光让他的身影若隐若现。看见他，我情绪瞬间崩溃，下午心里紧绷的弦彻底崩了。我抱着他的腰，痛痛快快地哭了出来。韩启没有说话，只是一直拍着我的背，轻轻地安慰我，任由我发泄。青梅竹马这么多年，兜兜转转，最了解我的还是他。当初为了林松和他撕破脸，他却没有怪我，还是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在我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给我一个援助之手。如今，我还是在他怀里哭得崩溃。医生让我为范范准备后事了，我松开他的腰，轻声说道：多陪陪范范吧，时间越来越少了。韩启拉着我站起来，将我往病房推去。不要哭了，范范看见妈妈眼睛红了，他会难过的。我狠狠地擦着眼睛，让自己显得很正常。我不是不想陪他，我是接受不了这件事情，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来到范范面前，孩子眼眶红了，一直看着我，闹着让我抱抱他。我坐在病床上，将他抱起来，让他坐在我的怀里。他扯着我的衣服：妈妈，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了？我牵强地扯了扯嘴唇：怎么会呢？爸爸妈妈感情破裂和范范没有关系，可是爸爸一直不愿意来见我。爸爸会来的，他就是忙。我在他看不见的背面，眼泪抑制不住地流淌。我亲亲范范的后脑勺，希望他可以给我安全感。可是爸爸和另一个阿姨结婚了，我沉默，不知道如何回应他。爸爸和阿姨结婚是爸爸妈妈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爸爸心里是爱你的。危机时刻，韩启再一次替我解围。范范依赖韩启，就并没有多想。范范睡着后，我纠结了一会儿，还是决定给林松打电话。婷婷，他难得这样喊我，让我有点恶心。
不要这样喊我，恶心。对面没有说话。林松，医生说范范快离开了，你来看看他吧，他很想爸爸。都这个时候了，就算你讨厌他，也求你对他温柔一点。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和他吵架，只希望他可以对我的孩子好一点，让范范离开的不要那么遗憾。好，林松答应的这么轻松，让我有一种回到最开始结婚的错觉。我挂断电话，回到病房，韩启正在病房里面哄着范范，很温馨的画面。如果忽略孩子身上的病号服和医院刺鼻的消毒水味道的话，我鼻头一酸。回到病房，他同意了，挺好的，终于做了一件人做的事情了。韩启一向讨厌林松，说起他来一向不留情面。林松很快就来了，他来时浩浩荡荡，带了一大堆助理保镖。我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不满地皱眉。范范，爸爸来了！我将范范从韩启怀里喊起来，孩子似乎没有反应过来，看着我身边西装革履的男人，一声不吭。范范，我是爸爸。林松将手中的礼物补品放在桌子上，想要抱着孩子。范范下意识抱着韩启不撒手。林松脸色很差，我怕他忍不住发泄情绪，我喊住他：林松，孩子身体不太好，就这样看看吧。我以为他不愿意碰范范，他一向讨厌范范，一天一个野种的喊着，现场有点僵硬。我尴尬地笑着，伸手去安慰孩子。范范反应过来之后，看着林松，小眼睛里面满是惊喜。你真的是我的爸爸吗？林松点点头，向他靠近一点。我好久没见过我爸爸了，我都忘记爸爸长什么样子了。我怕范范难过，问他：范范，要不要休息？范范摇摇头，向林松伸手要抱抱。爸爸，抱抱。我害怕林松不愿意装样子，大脑正在高速运转中。他伸手从韩启怀里抱住了范范。这么多年，父慈子孝的画面我还是第一次见。范范的精力很有限，没过多久就困得趴在林松身上睡着了。睡前，孩子还问爸爸：爸爸，你下次还来看我吗？当然，我想要将孩子接过来。林松抱着孩子向后退一步，让我再抱抱他吧。你查他 DNA 了？他点点头。对不起，我不用说了，我们之间已经是过去式了。祝你新婚快乐。孩子离开之后就不要联系了吧。夏婷，我看着林松优柔寡断的表情，转身离开，不想和他有交集。林松，我不希望有一天我更瞧不起你。没有等到林松来看范范第二次，他就离开了。我筹备着他的葬礼，给林松打电话，他也不接，只能将请柬送到他公司。范范在他婚礼前2个月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直到葬礼前1天，林松都联系不上。还等他吗？韩启问我，我摇摇头。既然他联系不上，我该做的也做了，请帖也送了，不管他了。只希望范范下辈子能够遇见一个好的爸爸妈妈，不要选择我们了。我将范范的遗物收拾好，向韩启说起了我的计划。你要工作？韩启很惊讶，当初才毕业，爸爸想要我回家继承公司，我却恋爱脑上头，拒绝了爸爸妈妈的好意，搞得我和家里关系破裂。回家吧，叔叔阿姨都盼着你回去呢。之前借你的钱也是他们出的。我睁大眼睛，你说什么？钱是爸爸妈妈的。我花了很多时间消化了他的话。之前叔叔阿姨还经常趁你不在病房，偷偷来看范范，一直背着我流眼泪。明天葬礼我请他们了。我真的太混账了，为了一个男人把自己搞成这样，还一直伤害身边的人。范范的葬礼我没有请很多人，只有平时和我交好多朋友和家人到场，很温馨。林松还没有来，幸好爸爸妈妈没有怪我当初的叛逆，
也没有问我孩子爸爸在哪里去了。他们给我留足了颜面，我请大家吃饭，想聚一聚。刚到酒店，就看见酒店门口摆着的巨型照片，是林松和高雪的结婚照。高雪穿着洁白的婚纱，站在林松身边。曾经我也是这样站在男人身旁。林松依然人模狗样。孩子葬礼那天，他爸爸和另一个女人结婚。之前林松来医院看望孩子的时候，我还感觉他是不是对孩子有愧疚感，结果现实狠狠地打脸了我的心软。回到家，林松给我打来了电话，高婷，他不说话了，我也不说话，两个人相对沉默。我一门心思全在孩子去世的伤痛中，根本不想理会他。他见我不说话，连忙问我，今天我婚礼怎么不来？我一直在找你。他怎么好意思的？我冷笑一声，眼神逐渐清醒。林松，今天是我孩子的葬礼，我为什么要去你婚礼？身为他的爸爸，你他妈在孩子葬礼当天结婚，你真可以。我不知道，孩子去世了。什么时候？我打断他的话，别自我感动了。但凡你对孩子上心一点，你都不会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去世的。而且我之前就告诉过你，孩子命不久矣。可是你也没有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去世的。够了，我给你发了多少消息，打了多少电话，我连请帖都进你公司了，我还能怎么办？你还在怪我？我真的忍无可忍，脑子快要气炸了。什么？你给我打电话了？林松嘴里一直念念叨叨，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我不耐烦，直接挂断电话。都离婚了，还喊我去参观他婚礼，是不是有病啊？以折磨我为目的自嗨。果然，两口子没一个好人。我挂完电话就没有管林松，我拿着文件来到公司报道。爸爸让我先从他的秘书做起，因为天降，我隐隐约约听见很多不好的声音，还有一些人造我黄谣。你可以来公司，但是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让大家心服口服。好，我答应了，爸爸就要做到。我无视那些对我的霸凌，认认真真的做起了自己的工作。婷婷，我晚上有一个酒会，你来当我女伴吧。出于各方面考虑，我接受了韩启的邀请。我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在衣柜里挑选了一条很昂贵的晚礼服，穿上。镜子里的我好像回到了大学的时候，单纯可爱，没有受过很重的情伤，重新变回了那个闪闪发光的大小姐。如果没有林松，我如今是多么的闪耀。我穿上久违的高跟鞋，挽着韩启的手臂，小心翼翼地走进大厅。大厅里的人很多我都认识，大部分都是家里合作过的合作伙伴。我努力微笑，不想给韩启拖后腿。他看出来我的紧张，安慰我说，别害怕，你很优秀，今天晚上很漂亮。话还没说完，对面有两个身影缓缓走来。我下意识表现好嘴角完美的微笑，却在看见他们的脸后停下。高雪挽着林松站在我的对面，好久不见，林先生，林夫人，好久不见。韩启举起酒杯，和对面的男人碰杯。我转过头，离开了现场，坐到旁边的沙发上，吃着甜点。夏婷，好久不见。我看见向我打招呼的高雪，不想理他，一直吃着手中的甜点。这个是沙漠玫瑰，很少见的，我最喜欢的甜品。你平时应该没机会，这次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多吃几个。我皱眉，他讽刺谁呢？原来你和韩先生是这种关系啊，难怪我之前看见过他来病房看你。不过男人嘛，特别是韩先生这种富二代，最喜欢单纯的没有结过婚的女人。劝你想想就好，多给自己找一个出路。我怒了，我的出路就不需要麻烦您帮我想了。韩启哥哥。韩启听见我喊他，立刻向我走来，
对面林松也向我走过来。这位林太太说我是你养的小情人，攀高枝的。韩琦本来笑眯眯的脸瞬间变得阴沉，他看向高雪，放下酒杯看着我：大小姐，您可别生气，您要气坏了身体，我回去吃不了兜着走，我爹得打死我。我看见林松突然变化的脸，爽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的家世，他也从来没有查过，只当我是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将我扫地出门。可是他没有想过，如果我真的一个普通家庭，身边怎么会有韩琦这种朋友？至于韩琦的话里有话，我并没有计较，他的心思我知道，我一直知道。可是我不配，我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了，还离过婚，我不想耽误韩琦。晚宴结束，我和韩琦走在街上，他将手中的衣服披给我，晚风吹着，一丝丝的暧昧缠绕在我们之间。我开口打破我们之间的暧昧：我配不上你，韩琦。韩琦没有说话，只是直勾勾地看着我。半晌，他拉着我坐在路边的凳子上。为什么？我结过婚，还有过一个孩子，婷婷。以前你没有给过我机会，现在也不愿意给我机会吗？他双手搂着我的背。我不介意的，我介意。我吼了出来。寂静的夜晚，我的声音格外响亮。我看他可怜兮兮的表情，突然心软。你让我想想，给我一点时间。我刚说完，韩琦的表情变得鲜活起来。自从我在晚宴遇见林松之后，他开始不停地骚扰我。每天出门，他拿着一束花红玫瑰在门口等着我，我不理他。下班后继续在公司门口等我。林松每天雷打不动给我送了1周的红玫瑰之后，我勾引富豪的绯闻传遍了全公司。我忍无可忍，将他的玫瑰当面扔到他面前。林松，能不能不要打扰我？婷婷，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和孩子，我只想弥补你。我听见那句婷婷，恶心到想吐。曾经想方设法勾引他，让他喊我小名，他死活不愿意。现在知道我身份之后，开始天天甜言蜜语。你能不能不要喊我婷婷？我恶心。还有，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红玫瑰，很难看。之前和你说过，可是你给我送了1个星期红玫瑰，枉我俩夫妻一阵子。婷婷，别叫我，还有，别跟着我。我忍无可忍，孩子才去世没多久，林松就来我身边晃悠。林先生，您刚结婚，我不想被人说我勾引有妇之夫，请您不要再缠着我了，谢谢您。林松快要哭了，一向冷漠的他很少露出这么脆弱的表情。你当初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到，是因为高雪将我的电话拒接了，请柬也被他扔了。婚礼时间也是他临时说要改的，我停住脚步。倒不是我被他的道歉感动原谅他，只是没想到高雪能够这么恶心，做得这么过分。要是以前，我笑笑就过去了，可是他触犯的了我的逆鳞。我心里瞬间筹备了一个计划，我找人买通互联网公司，将高雪的黑料全部发在网上。他这个人平时做事高调，很容易就留下把柄。我将我与他的恩怨事无巨细地发给了媒体，一夜间，高雪的名声全部毁于一旦。当红小花传出各种知三当三、毁坏别人家庭的消息，他在娱乐圈的工作也差不多没有了。我以为林松会力保他，可是林松并没有做出任何对他有利的行为，只是选择了沉默。没过多久，林松晒出来他们2个的离婚证，并且在微博上面配文：如果当初能看清。我笑了，他到现在这个时候还只会落井下石。高雪疯了，他被林松扫地出门后无处可去，因为昂贵的消费，将林松送给他的房子变卖，高额财产被他挥霍光，他无处可去，活生生地将自己逼疯。
昔日一线女明星沦落街头，被抓去精神病院，这个消息让大家都很惊讶。高雪的事情你做的？韩琦打电话问我，我并没有掩饰，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行为。我从来不主动害人，谁让他的坏心思已经打到我孩子身上？和范范经历的事情比起来，这点事情算什么？他不过是被大家网暴，失去工作，精神失常。可是范范却一辈子没有爸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能看见爸爸来送行，连葬礼都是爸爸和其他女人的婚礼时间。他凭什么这样做？我高调入职公司，拿下好几个大项目，被大家逐渐认可。关于我的谣传越来越少，我也终于得到了爸爸的认可。他向大家宣布了我的身份。我看见大家当时脸色各异，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小九九。我并不是很关心，我现在只想快速获得爸爸的认可。我想要接触更多的项目，我想要和林松抢项目，我想要搞垮他。爸爸，我想要这个项目。我拿着一沓文件闯进了总裁办公室，以我现在的成绩，应该可以接手这个项目了吧？和自己公司比起来，林松的公司根本算不得什么，毕竟他连在市中心买一套房子的钱都需要周转。爸爸皱着眉头，死活不同意接手这个项目。爸爸，我拉着爸爸的胳膊，不停地撒娇。他看着我一脸担忧，我害怕你受到伤害。我摇摇头，该受到的伤害我早就受了，不差这一点了。更何况，您怎么就知道女儿会输呢？我顺利拿到了林松公司正在积极对的那个项目，拿到后，我立刻上手，不停地去和客户沟通。我用我3寸不烂之舌，将客户说的不断地动摇。按理说，像夏氏这种级别体量的公司，是不会和林松那种小公司一起争夺一个项目的。可是我就是想要和他争夺项目和客户。我从林松手上截胡了一个又一个的项目，我不管其他人怎么说我就只是想要报仇。林松的公司逐渐顶不住，他找到我，整个人醉醺醺的，满身酒气，让我一直犯恶心。夏婷，你还想要什么？你告诉我，我直接送给你。你不至于这么侮辱我吧？我看着他那个没有出息的样子，气笑了。我想要什么？需要你让给我？笑话，我会自己争取。他情绪突然上头，将我的包拽到地上，使劲踩。你看，我把高雪这个小贱人踩得满地都是灰。你还要我做什么？他崩溃地嘶吼，仿佛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一样。我很无语。林松，我的包1万多一个，你他妈给老娘踩在地上，你赔我包。我看着自己的包包，崩溃极了。最新版的刀 V， 他就这么给我搞坏了。谁家刀 V 放在地上疯狂踩？林松越来越疯狂，整个人看着可怕极了。我悄咪咪地打了110，警察来的时候，我正被林松逼到墙边，毫无能够逃跑的途径。他想要侵犯我，在他侵犯我的前1秒，警察全部围了过来。我紧张的心瞬间松弛下来。林松被监禁了。我录完笔录之后，坐在警察局等着韩琦来接我。林松最后的疯狂让我更加庆幸自己离婚时间早，没有太恋爱脑。一晚上的精神紧张让我此刻放松后变得十分疲倦。韩琦的到来让我感觉像是天神到来，因为今天的事情，林松被韩琦警告了。他在生意场上不停地针对林松，生意场上的人个个都是人精，看见林松被如此针对，都不敢和他接触。林松的公司没过多久就面临破产，因为韩琦的缘故，林松没有再来找我。当我再次听见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已经被一个富婆包养，曾经高高在上的老总成了一个永远见不得光的小三。
他那么清高，现在遇到这个处境，我真的感慨，时过境迁，他已经不是我爱的那个林松了。我不再将目光放在他身上，蓦然发现，原来我真的可以很心服。我驱车来到陵园，将孩子的墓碑仔仔细细地打扫一遍。我靠在范范的墓碑上，抚摸着上面的名字：范范，妈妈为你报仇了。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一边摸鱼上网开心的吃瓜，一边等着下班回家。一个女网红疑似当小三的帖子上了热搜，翻开她的小号，里面全都是她跟一个男子恋爱的日常点滴。我的脸色突然僵住了，女网红小号里那个男人竟然是我的老公。那天我工作忙了一整天，快下班的时候才终于能够喘口气。我顺手点开微博，看看有没有什么瓜可以吃，却看到热搜上一条某3线明星疑似出轨的帖子。只要不是自己的爱豆塌房，看到这类帖子自然是令我精神一振。我开开心心地看着帖子，顺着评论里吃瓜群众的指引，迅速锁定了一个疑似小三的女网红。接着，这个女网红的小号也被扒出来。女网红小号里全部都是记录跟一个男子的恋爱日常，虽然那男子并没有露脸，但更让吃瓜群众浮想联翩，认定是那个出轨的3线男明星。我是单纯的吃瓜群众，姑且不论跟3线男星的八卦是真是假，这帖子里的2人日常却让人莫名觉得有点甜。女网红把这个不露脸的男子称之为 Y 先生，这点倒是能对得上。那个明星姓杨，跟我老公一个姓。Y 先生亲自下厨做的烘焙西点，甜到了心里。生理期 Y 先生贴心地给我揉腰，虽然揉着揉着位置好像跑偏了。这个城市大雨倾盆，原以为是要独自承受这风雨之夜，没想到 Y 先生突然出现在了楼下。这一刻默默决定，纵然山海可移，世界崩塌，我们要一直在一起。翻看着一条条女网红分享的恋爱日常，我一颗老阿姨心都忍不住泛起了粉色的泡泡。这样的男人也太浪漫了吧，不像我家老杨，别说亲自烘焙了，我烤的面包他也只是敷衍的尝一口。生理期只会让我喝热水。上一次台风过境，他说在单位加班，货比货得扔啊，我都忍不住对号入座，想着那个3线明星平常也看不出来是个这么有情调的男人啊。我兴致勃勃的一条条翻看，一张图片却勾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张2人并排躺在海滩边的不露脸合影，而那个男子穿的 T 恤和短裤让我觉得莫名眼熟。再仔细一看，这不是跟我给老公买的某大牌限量联名款一样吗？从上到下完全撞衫了。我对着这张照片看了许久，心里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我暗笑自己神经过敏，撞个衫而已。随后我继续翻看，却越看越笑不出来。T 恤、裤子、鞋、手表都出现过跟我老公一样的同款，就连女方晒出的车内副驾照也能看出来是跟我老公同款的宝马。真正给我最后一击的是一张2人晒出情侣对戒的合影。给我打击的不是对戒，而是那个男人左手上的一个小小的月牙形的斑痕。这个斑痕我不会认错，正是我老公左手上有的。刚认识的时候我问过他，他说是小时候被家里冬天取暖的铁皮炉子盖烫伤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整个世界轰然崩塌。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这个女网红不是那个3线明星的小三吗？怎么可能跟我老公在一起呢？一定是搞错了。网上的帖子却早已翻转，
各种新消息不停刷新。男明星出轨的正主小三已经被实锤，这个女网红确实是被误伤，吃瓜群众早已转移阵地，而我却再没有了任何吃瓜的心情。我有些机械麻木的一条条翻看着这个女网红小号里的所有信息，慢慢的，一切都越来越清晰，有太多的细节和痕迹可以对得上号。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女网红晒出来的男朋友，正是我已经结婚了5年的老公。从女网红晒出的这些信息来看，两人在一起至少1年多时间了。根据时间推算，几乎那些老公宣称自己加班、出差不回家的日子，都是跟这个小三一起度过的。我无力地趴在办公桌上，满脑子都是这几年跟老公在一起的一幕幕生活细节。我自以为是个好妻子，拥有一个好丈夫。结婚5年来，我们的感情一直很稳定，即使没有了刚在一起的时候的激情，但我以为彼此多了更多的理解和信任。几年前，老公选择了辞去工作，自己做电商创业。那时候我们结婚没多久，没什么经济基础，几乎家里的开销都是靠我一个人上班支撑。那么艰难的时光，我们不也一起相互扶持着走过来了？怎么现在一切都好起来，有些东西反而改变了呢？我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在职场上见过了太多风雨，也看过了许多的人情冷暖。多年的吃瓜经验告诉我，此刻要做的不是自怨自艾，而是要振作起来解决问题。我将这个女网红小号里晒出来的所有信息都截图备份保留了下来。果然，在我保存了大部分的信息之后，这个女网红开始疯狂地删除小号里的帖子。我将这些截图全部存到自己手机里，在网盘里也进行了备份，然后去整理了一下面容，补了个妆，收拾好心情，下班回家。当天晚上，老公回家的时间跟往常差不多，甚至还要稍微早一些。老公回家后给我的依旧是温暖和煦的拥抱，帮我一起从厨房把饭菜端上桌，一边吃一边夸张地赞美着我的厨艺。从表面看，我们的感情是多么的和谐稳定，称得上是琴瑟和鸣。唯一不足的是，结婚几年了，我们至今没有孩子。当初老公选择创业的时候，我们俩都不太敢要孩子。现在生活好一些了，却一直没怀上。平日里也没觉得着急，总觉得我们还年轻，一切随缘就好。此刻大概是心里装着事的缘故，突然觉得这顿饭吃的是如此冷清，我们夫妻之间仿佛有了一层看不见的迷雾，将我们隔开来。我外表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来，依旧充当好一个贴心的好妻子的角色。睡觉的时候，老公从身后把我的腰环住，在我脖子上哈着气，语声暧昧地说道：“我的女王大人，要不要临幸一下您忠实的骑士？”我打开了他的手：“别闹了，今天忙了一天，没心情，早点睡吧。”老公没有坚持，很快就呼呼睡去。看着旁边熟睡的男人，我心里五味杂陈。最终，我还是拿起了他的手机，按照从网上看八卦学到的那些招数，想要找出他跟小三出轨的证据。我先查看他的手机聊天记录，出乎意料的是，竟然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呵呵，藏得还挺深。幸好我也不是傻白甜的小白兔，我心中冷笑，接着用了进阶的方法查他的转账、红包记录。我再次一无所获，一切都看起来很正常。有些1314520之类特殊数字的转账和红包记录，却都是发给我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不甘心地点开了他的网购记录，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大部分东西都是买来家用的，还有一些是给我的礼物。此外再无其他。要不是白天看到了那些小三发出来的消息，我这会儿几乎都要暗骂自己小人之心，错怪自己老公了。一定会有什么地方露出破绽的。我苦思冥想，最后将老公的行程记录、导航记录、酒店记录等都查了一遍，终于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发现老公在一家酒店有着多次的开房记录，而这家酒店正在老公的电商公司附近。原来加班都加到酒店里去了，我心中一阵冷笑。另外，老公行程记录里一个频繁出现的地点引起了我的警惕。这不是去年才交付的一个热门楼盘吗？老公经常去那儿做什么？这是一个中高端楼盘项目，户型和地段都不错。之前我也关注过一段时间，后来老公说公司周转紧张，也便不了了之。可是现在这个楼盘地址却频繁地出现在老公的行程记录里。女人的直觉让我觉得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我把手机里存的那些小三小号里晒出的帖子再细细浏览一遍，终于对上了号，终于要有自己的家了。感谢 Y 先生让我在这座城市不再漂泊。配图是一套刚交付的精装房，而时间正是那个楼盘去年交付的时间。一点点共筑爱巢，打造我们梦想中的家园。配图是一些软装修的场景，之前由于信息太多，光顾着分析有我老公出镜的那些照片了，这几条没太在意。现在看这一条条信息，明晃晃地刺瞎了我的眼。我对比了小三晒出的房子装修信息、小区环境等，确认正是老公经常去的那个精装楼盘。我气得浑身发抖。我们结婚后至今一直都是租房，前2年老公创业确实有些经济紧张，但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之前我也有过买房的想法，但是老公却表示刚买完车，现在又是他公司的上升期，店铺资金周转大，买房一下子消耗资金太多，会影响生意。没想到跟我一边推诿，一边在外面养小三，给别的女人买房共筑爱巢，心中对老公的最后一丝幻想终于破灭。现在我要做的是如何善后，拿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我在一家高档咖啡馆约见了自己的一个好闺蜜，她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平时忙得飞起，但是有时间了总会约我出来小聚一下。哟，事业女强人转性子了，竟然肯主动出来约我喝下午茶了。闺蜜李慧奚落着我，当然是有事情要求李大律师帮忙了。我不动声色地说道。李慧一下子认真起来。林一瑶，每次你这个表情的时候，一准是有大事发生。你这人我太清楚了，越大的事越装的平静。我再也绷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杨杰辉出轨了。李慧瞪大眼睛。老杨出轨？你确定？我无力地点点头，确定。还给小三买了一套房子。我把手机推过去，让李慧看我整理的那些信息。李慧迅速翻完，然后直入主题。如果这房子是杨杰辉出资买给这小三的，那属于婚姻存续期间男方擅自处置共同财产，侵犯了你的合法财产份额，那能追回来吗？李慧眉头一皱。按法律来说，你是可以通过诉讼主张赠与房产的行为无效，将这房产追回来的。但实际操作中的难点在于，你必须证明这套房子是杨杰辉出资，是他赠与对方的，才能提出法律主张。目前这些证据还不够吗？我有些焦急。李慧摇摇头。你这些证据
如果是放出来，在网上制造舆论实锤这对狗男女，倒是足够了。但是要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几乎没有什么用，必须要有直接的证据才行。比如两人的聊天信息，可以确认身份的合照这些。另外要证明房子是杨杰辉出资，还得提供他的银行流水这些来佐证。那我难道就让这对狗男女就这么逍遥下去吗？我内心里一阵愤恨。李慧按住我的手，你别着急，他们惹上了不该惹的人，敢欺负我李慧的闺蜜，一定要让他们肠子都悔青。这事儿我管定了。来，咱们一起研究这对狗男女的信息。虽说我是资深吃瓜群众，深谙各种抓小三的套路，但跟职业律师比还是嫩了些。李慧很快就给我梳理了情况。我们先从小三的身份、工作信息等入手。虽然他的小号清空了，但是大号还在。大号里没有任何跟我老公有关的东西，我也就没注意。李慧却找出了大量的有用信息。首先，我们梳理出了小三是隶属于某家光华公司旗下的网红主播，他们的直播工作室地点竟然是跟我老公在同一个办公楼里。原来是在一个楼里工作，怪不得开房总是在附近那家酒店。我恍然大悟，不错，同时他们拥有大量线下见面的机会，因此也就没必要频繁通过网络交流。所以你才在杨杰辉手机里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李慧补充道，真是够狡猾的，我第一次认识到老公的另外一面。你看看这条信息，看出什么了吗？李慧指着一条信息问我，那是小三晒出的一张自拍，配文是就要开始在这座城市打拼，新的征程开始，加油！我茫然地摇摇头。注意日期，李慧指着屏幕，这条消息是2019年8月7日发出的，说明他到这座城市还只有2年多的时间。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跟杨杰辉搞在一起的时间还不长。我依旧不明所以。李慧白了我一眼，一脸恨铁不成钢，脑子里别光装着这点破事。这意味着他社保时间不足5年。他达不到这座城市的买房资格要求，那么你看到的那套房子很可能不在这小三名下。我终于明白过来，那难道是在杨杰辉名下？李慧摊摊手，你说呢？这么大宗的资产，他还能放心放在另外的人名下？我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和结婚证等证件去了房管局，来到办事窗口，表示自己想要核验一下自己有没有买房资格。您已经满足连续缴纳5年社保和个税，不过您和您爱人都是非本市户籍，按照政策只能在本市拥有一套房产。你爱人名下已经有一套房产了，所以您这边暂不满足购买新住房的资质。办事员的回答让我内心一阵狂喜，看来闺蜜预料的没错，麻烦你帮我查一下这套房产的具体信息。我把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等证件都递进去，办事员有些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但看到我证件没问题，还是帮我进行了核查，随后将印有房产信息的回执单递给了我。一切都严丝合缝地对上，上面显示的房产信息正是我之前看到的那个小三晒出的楼盘。我把这些信息牢牢记在心里，我打电话将这些信息告知李慧，这样就好办多了。至少说这套房子现在还是你们的婚内财产，不用费心证明是杨杰辉出资了。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这婚我是一定要离的，不过嘛，该是我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那贱人现在还住在我的房子里，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该有代价。我的语气有些凶狠。没问题，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记得注意搜集证据，法律上的事交给我。李慧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暖心。这种时候，只有 Girl Shop Girls。幸好有这么个闺蜜站在我身后。一个工作日，我突袭来到了老公的电商公司。我老公的助理小武看到我突然出现在公司，脸色有些慌张地朝着老公的办公室看了一眼，随即连忙站起来迎向我：“林姐，您怎么有空过来呀？杨总正在会客，要不您先沙发上坐坐，我去给您倒茶。”小武的声音很大，并且故意磨蹭着挡在我身前。我一下子明白过来，恐怕这是在给杨杰辉通风报信，里面正发生着一些我不想看到的事情呗。茶就不必了，我也是正好路过，顺便把杨总的胃药给他带来了。我脚步不停，小武不肯让路，要不您把胃药给我，我给您转交。我脸色一沉，怎么，杨总这么忙，连见我一面都没时间了？小武一时语塞。就在这时候，老公开了门：“一瑶，你怎么来了？”我进了杨杰辉的办公室，一眼看到一个妖媚的女人正坐在杨杰辉对面的位置上，我的脑子轰的一声，这女人正是那个小三。我恰好路过，想起来早上你忘了带胃药，就买了一盒给你拿上来。这位是……我不动声色，这位程小姐是一位知名网红，来公司是谈一下中秋大促直播带货合作的事情。程小姐，这位是我爱人林一瑶。老公抢先一步给我介绍道。那小三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林姐，你好。”我笑了一下：“你也好，看来是我来的不巧，影响你们谈事情了。要不我先去会议室等会儿。”小三不知所措，老公则就坡下驴：“哪有的事，我们还没开始。这样吧，一瑶你先坐会儿，我们去会议室聊。”两人匆匆忙忙地离开，去了会议室。原本我来这里只是想着看能不能发现一些我没注意到的蛛丝马迹，没想到会直接撞到小三。杨杰辉的办公室我来过几次，表面上看自然没有什么问题，桌上甚至还摆放着我俩的结婚合影。打开抽屉，里面也干干净净，没有什么可疑的物品。突然我的眼光落在了另一边角落里，插线板上充着电的一台黑色手机。杨杰辉用的手机是我给他买的，是白色的。这里怎么会出现另一部黑色的手机？这间办公室装修好已经有些年头，很多线路设计不合理，插座偏少，充个电都离座位好远才有空余的插口。我之前也抱怨过几次，也正因为如此，才会让杨杰辉匆忙之中没来得及拿走这部手机吧。我的心跳有些加速，怪不得我查老公的手机却一无所获。虽然他跟小三线下见面方便，但也应该不至于完全不在手机上联系吧。事实竟然如此简单，老公瞒着我还有另一部手机。我克制住自己想要去查看这部手机的欲望，当下不是打草惊蛇的时候。我拿出自己的手机跟我妈视频通话，拉起了家常。没过多久，杨杰辉便返回了办公室。他看到的场景是我跟我妈热火朝天的视频聊天，我甚至拉他一起给我妈打过招呼，这才挂掉。哎呀，老公，我来了，你正好忙。妈又跟我拉半天家常，我连句话都没来得及跟你说，这就要回单位了。我装作有些哀怨。杨杰辉抱了抱我：“没事的，晚上不就回家了吗？又不是几天没见。”我点点头，然后装作单位有事，依依不舍地跟老公告别，丝毫没有让他看出来我已经起了疑心。当天晚上，趁着老公熟睡，我偷偷唾下了他的指纹。第二天，我用唾下的指纹以及网上买来的一些材料和工具，
制成了一个硅胶指纹膜。这天晚上，等老公回家以后，我借口出去买点生理用品，走出了家门。我找到了老公的车，然后拿出另一把备用车钥匙，打开了车门。在车里一通翻检以后，找到了那部我在老公办公室见到的黑色手机。我长舒一口气，果然这部手机平时藏在车里。我拿准备好的指纹膜，成功将手机解锁，里面的信息一览无余，让我触目惊心。这部手机里登录的微信小号是老公专门用来跟小三联系的，所以也便格外的肆无忌惮。聊天记录里各种亲亲、宝宝的肉麻称呼。由于我老公从不敢将手机带回家，所以每次我老公到家后，都要在车里跟小三聊天许久才上楼，每天都各种难舍难分，依依惜别。而且聊天记录里有着大量的转账记录，各个节日从不落下，平日里也各种发红包、转账。相册则给了我一个更大的惊喜，里面各种大尺度的两人自拍，甚至还有激情的视频。我把所有的这些聊天记录和照片、视频等全部备份下来，发送到我自己手机上，然后抹去了发送的记录。之后我把手机放回原处，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张门禁卡。这张门禁卡跟我家现在住的小区不一样，仔细一看，正是那套给小三住的房子所在的小区的。我想了一下，拿出手机打开 NFC 功能，将这张门禁卡信息复制了下来。接下来，我拿着早已准备好的生理用品，没事人一样回了家。一瑶，你没事吧？要不要我给你煮个红糖水？老公看我买生理用品，上前关心道：“不用了，没什么大碍，你忙你的吧。”我心中叹气，这些年的夫妻情分，怕是止步于此了。我找个空当，把所有的这些聊天记录、照片、视频等都发给了李慧。好家伙，这么多猛料，真是人不可貌相。这杨杰辉看不出来这么闷骚啊！李慧感叹着。这些东西打官司够不够？我问道。当然足够了，明天你来我这边，我们详细研究一下财产分割方案。李慧直奔主题，放下手机。我突然觉得自己从这一刻起变得更加强大起来。这是一场战斗，我必须全力以赴。我跟李慧精心策划，制定好了一个方案。这天，我跟李慧还有他律所里的一个实习小伙一起来到了我老公买来给小三住的那套房子的小区。我拿出手机打开 NFC 功能，顺利地刷开了小区的门禁，根据门牌号一路找到了小三的房门外。李慧让实习小伙上前摁门铃。谁呀？里面传出小三的声音。物业的。楼下说有漏水情况，我们来核实一下。接着门打开了，站在门口的却是我。小三明显愣了一下，接着干巴巴地挤出一丝笑容：“林姐，怎么会是您？怎么不欢迎我进去？”话音刚落，我已经迈步进门，大概是被我的气势镇住，小三竟然下意识地躲了一下。等他回过神来，我已经站在了房内，李慧和那个实习小伙也一同进来。小三知道来者不善，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沉下脸道：“林姐，我跟您素不相识，平时也没什么往来，您这样不请自入上我家的门，不太合适吧？”“你家的门？”我冷笑一声，“该是我家的门才对吧？”小三脸色大变。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这里是我家，请您出去。说话间，伸手想要推我出去，却又心虚，只是轻轻碰了我一下，啪！我一个干脆利落的耳光扇了上去。小三一个趔趄，捂着脸，眼睛都红了起来。你竟敢私闯民宅，还要打人，我要报警！
说着便拿起了手机。报啊，这房子是在杨杰辉名下，如今还属于婚内财产，有我的一半，我才是这里的主人。我目光逼视着小三程思思小姐，我是林一瑶请来的律师。目前你涉嫌非法侵占他人房屋，并且试图以暴力手段侵犯我的当事人。如果您再有不当言行，我们将依法追究您的法律责任。李慧不冷不热地补充了一句。听到李慧点出了他的姓名，小三程思思脸色一片灰白。他明白对方这是有备而来，一时之间乱了方寸。杨杰辉呢？我要找杨杰辉解释清楚，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程思思双手颤抖着要给杨杰辉打电话。不要着急呀，我来帮你打吧。我看着程思思颤抖的手几次都没拨出去，拿起自己的手机打通了杨杰辉的电话。喂，老婆，什么事啊？杨先生，我正在你跟程小姐一起共住的爱巢里恭候，快点给我滚过来。说完我立刻挂掉了电话。杨杰辉进了家门，一眼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我还有李慧等人。小三程思思看到杨杰辉，梨花带雨地迎了上去。杰辉，你终于回来了。杨杰辉没有迎接程思思的拥抱，而是径直走到我面前。一瑶，你听我解释。程思思怔怔地待在原地。好啊，你解释啊。我口气平淡，内心却波澜起伏。平心而论，我也想知道杨杰辉为什么背叛我。我只是一时糊涂。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把一切都处理干净。别说这些没用的，说说你这摊子烂事是怎么回事吧。我冷冷地打断。杨杰辉低头道：我跟他是一次商务合作认识的，那时候我的生意才刚刚走上正轨，每天都压力很大，非常需要有人能够给我支持和理解，能让我得到一些放松。我帮你分担的还少吗？自从你辞职创业，家里的一切是不都是我扛着？我忍不住破防。杨杰辉苦笑摇头，那种感觉不一样。你对我支持越多，承担的责任越多，我在心里就越觉得亏欠你。回到家里，我总是不能放松，而他不一样，他崇拜我，爱我，我在他面前才能感觉到自信和成就感。我浑身一阵无力，原来对你太好，给你的支持太多，反而也变成了给你的压力。杨杰辉，少把出轨这事儿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男人出轨的时候，总会给自己找10000个理由，其实就是管不住下半身罢了。李慧出言讥讽，李慧的话让我的心重新镇定下来，所以心里觉得对我亏欠，就拿家里的钱给这个女人买房。杨杰辉着急解释，不是这样的，我跟他只是一时糊涂，这房子还在我的名下，并没有给他。程思思急了，杨杰辉，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当初你亲口告诉我这房子是买给我的。杨杰辉低头道：思思，对不起，我们还是断了吧。程思思彻底崩溃。杨杰辉，我跟了你2年，你口口声声答应我说要跟这个女人离婚，跟我在一起，说要给我买房，给我一个家，你现在就想这么跟我断了？程思思抓着杨杰辉的肩膀拼命摇晃。杨杰辉避开程思思的眼睛，沉默不语。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二位，你2位以后的关系我不太关心，现在我们还是好好聊一聊离婚财产分割的问题。我打断了2人的闹剧。杨杰辉脸色变了。一瑶，你要跟我离婚？是你背叛了这段婚姻。我冷冷地道。李慧把一份文件拍在杨杰辉面前，作为林一瑶的委托律师，这是我拟好的离婚财产分割方案，请刘先生过目。杨杰辉看着我坚定的眼神，
最终拿起了这份离婚协议，看完以后脸色大变。林一瑶，你竟然要我净身出户？不算净身出户吧，这套房子和现金存款归我，车和公司留给你，不过我那一半股份要折合现金给我哦，这也算是我给你留了一条后路。我淡淡地道，可是我公司大部分现金流都用来买这套房子了，你拿走房子还要折合我一半股份的现金，这跟我净身出户有什么区别？我绝不会同意这份方案。杨杰辉双目赤红，我算是看清楚了，什么悔过，什么夫妻情分，在利益面前，通通不堪一击。是你出轨在先，我这条件不算过分，你管不住下半身的时候，就该想到今日。杨杰辉咆哮，这公司是我一手创办的，这房子也是我自己赚到的钱买的，你凭什么都拿走？我想给你看份东西。我示意林慧打开电脑，将我拿到的杨杰辉出轨的证据全部播放一遍。房间里不时响起令人面红耳赤的激情视频喘息声。如果你想要我起诉离婚，这些证据足够了吧？到时候我不仅要分走一半财产和公司股份，同时我告诉你，要是我不小心把电脑丢了，让这份东西传出去，你的公司品牌和这位程小姐的网红事业就彻底完蛋了。我少拿点钱，但要你俩不得翻身。我目光阴狠，毫不让步。杨杰辉脸色颓然，突然给我跪了下来。一瑶，都是我不好，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跟这女人断得干干净净，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程思思失神地看着杨杰辉，她万万没想到，平日里对她各种甜言蜜语、山盟海誓的男人，此刻竟然毫不犹豫地就抛弃了她。我看着杨杰辉痛哭流涕的样子，有过一丝丝心软，但我知道他只不过是舍不得他辛苦创办的公司而已。路都是你自己走出来的，机会我给你了，同意这份方案，至少你能保住公司，未来还有机会东山再起。这也是夫妻一场，我对你最后的情分了。我站起了身，不要想着转移资产，玩什么花招？我们这边已经申请法院对我当事人的婚内财产进行审计保全。李慧摔下这句话，跟我一起出了门。杨杰辉最终同意了我跟李慧拟定的财产分割方案。离婚后，这套房子过户给了我，家里的存款全都归我。另外，他公司的一半股权，根据第三方公司的审计估值，折合成现金归我。只是杨杰辉早已没有了这么多现金流，所以转成了债权。杨杰辉离开的时候，只有公司和那辆车归他，此外还欠着我一笔数目不小的债务。按照协议，必须按月分期付给我。那个小三最终离开了杨杰辉。此时的杨杰辉早已风光不再，公司没了现金流，经营的举步维艰，而且两人已经生出裂痕，再也难以维持下去。我把房子重新装修一遍，清除掉了原来的所有痕迹，以后我的人生目标便只有事业和赚钱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